30万的哈雷，你们都说是工业垃圾，今天3万块钱的哈雷来了，香吗？唰，这台车就是钱江跟哈雷合资推出的小排量入门车 X350。请高总为我们正式公布厂商建议零售价，33488，谢谢。讲真，比我想象的要便宜一点，我以为。虽然这辆车大家都知道，它用的就是追350同平台的一个东西哈。钱江的追350售价是27000块，我觉得 X350贵的这6000块钱啊，完全可以当做买了一套来自美国哈雷设计的外观套件。当然，你可以看到这辆车的造型呢，它并没有采用你印象里传统的哈雷巡航车的造型，它用的是一个街车的造型，走的风格就是所谓的那种 tracker 的风格，就是美式泥地滑胎车的风格。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个比赛，就是大家在一个大泥塘里面，然后不停的往左边绕圈圈。那这种比赛呢，其实轴距长一点的车，然后马力大一点的车是很有优势的，因为稳定性比较强嘛，然后持续的后轮可以空转。所以呢，哈雷的有台车叫 XR750，在那个比赛里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。那这台车的风格就整体借鉴了那台车的风格。虽然这台 X350轴距也不长，马力也不高，但是玩的就是这个风格，你懂吗？就是风格。当然，如果你想更纯正一点的话哈，你在这儿加一个号码牌，一定要是方形号码牌哦。然后把前泥瓦拆了，再换一对同尺寸的越野花纹的轮胎，一下子味道就很纯正了。评测哈雷的第一件事，先评测推哈雷轻不轻。其实这个车推起来挺轻的。它的发动机呢，也并没有采用哈雷非常经典的那种 V 型双缸发动机，用的是来自 QG Motor 的排量只有350cc 的同步双缸水冷发动机。同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两个缸嘛，里面有活塞，对不对？同上同下就叫同步双缸，那一上一下就叫异步双缸。还有一种是270度点火的，比如说春风450 SR， 它就是这样的，哎，这样上来上去的。那这种同步的双缸发动机有一个很好的优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它低扭比较好，并且它的声音特别好听。你知道钱江有个外号是吧？钱江好声音。现在带你们听一下啊，一个300cc 两缸车的声音，它这动静都有点4缸的感觉。这个发动机其实我蛮熟的，因为我们俱乐部里面用的是赛350跑赛道啊，就用的是这个车的同款发动机。这个车一旦转速超过7000多的时候，震动就非常的明显。放在这个车上呢，我觉得也挺合适的，慢慢骑着很舒服。但是记住啊，千万别拉这台车的高转。然后这个灯呢，也是用上了 LED 的光源，包括它的日行灯的造型是很好看的，中间哈雷戴维森啊，亮起来给别人看，这很关键。然后底下轮胎前轮也挺宽，后轮也挺宽，前轮达到了120毫米，后轮是160毫米，并且它给你用上了双碟刹。这后轮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啊，350cc 的车，它居然用到了160的后轮，在这个级别，在视觉上还是很宽了的已经。然后前后呢，它都是带 ABS 的，减震器也是。我感觉这个前叉的视觉效果会比追350会粗一点，这点也是挺有哈雷那种狂野的范儿的。然后再来看仪表，仪表呢用了一个单筒的造型，其实显示的功能呢还是比较不丰富的啊，它只有一个时速表，转速呢是在底下这个小小的液晶屏里面可以看到转速，档显是没有的，其他的也就都没显示的。这个仪表还是挺哈雷挺复古的。这个大油箱啊，其实造型是蛮好看的，但是有点奇怪的是，它居然是用贴纸直接贴在上面的，它并没有在贴纸上面再额外上一层清漆，所以我就很担心，如果有手贱的熊孩子一撕的话，可能你的哈雷的标就被撕掉了。之前那个赛350大家说换挡特别模糊，然后后期就是免费给大家升级了嘛，然后现在在这台车上就是原装就给了你滑动离合器，刚才我也试了一下，它的这个手感啊、脚感都是挺清晰的，但是不会像传统的哈雷一样挂档像枪上膛一样就咯噔一声。但这个车很明显没有，它是比较轻轻的、柔柔的，但是档位还是比较清晰的。当然我知道啊，这种入门级的摩托车，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坐高了。这台车的坐高达到了817毫米，在300cc 的摩托车里面，这台车的坐高属于相当高的了。当然，主要这个车可能因为太宽了，所以。
真的谈生意的时候，你发现真的你也插不进去嘴。想混圈子，拼的是实力，并不是因为你骑的什么车。你真的大佬，你骑个共享单车，你还是可以融入到那个圈子里去。而且话说回来，谁跟你说的骑摩托车一定要进群？你就不能一个人骑车了是咋地？我这台车我肯定不会去买，因为咱凡尔赛的说哈，我正经哈雷都能买得起了。但是如果放在我上大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如果出一台3万块钱，满身贴着都是哈雷的标，我真的会去买，因为我喜欢这个品牌。我买不起这个品牌20-30万的车，但是它有一台3万的车，可以让我先入门，先圆一个小小的梦想，可以激励我好好工作。我当时真的会买，所以如果你喜欢哈雷的话，你去买这个车没有任何毛病。就这样，拜拜。